第9名花园包吧，我觉得它颜值就是没有什么惊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回来我的爱马仕购买攻略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自己的收藏经验，大都是关于 Birkin、Kelly 康康的。已经入坑的朋友知道，在爱马仕想要买到 BKC 这种有配额的包款，就得接受 SA 的筛选，考验一下你的耐力和消费实力，体验一把爱马仕不成文的配货制度。刚入坑的时候会被这些套路搞得很懵，登记了等候名单，什么时候到货？我的 SA 能不能顺利帮我申请到？是不是我想要的皮质颜色？心心念念的等啊，没有任何的头绪。爱马仕不仅是皮具工艺大师，也是饥饿营销大师。品牌最具代表性的 BKC 3大包款，分别由 Jane Birkin、凯莉王妃和肯尼迪夫人 Jackie 带火。因为控制了产量 ，BKC 也成为爱马仕最具代表性、最难买的经典款。但其实爱马仕100多年的历史里，推出的经典款不止 BKC， 比如1900年问世的用来装马具的 HAC，1923年设计的旅行包 Bolide 等等。有很多朋友留言问 BKC 以外，我推荐什么包款？我平时不拎便宜的包。不拎 BKC 的时候就只拎纸袋和塑料袋。言归正传哈，我个人首选 Bolide， 因为从设计、性价比和实用性上 ，Bolide 是一款很好的 BKC 平替。还有朋友问我Lindy 呀、HAC 呀这些包款的保值度 ，BKC 以外的包，大家就不用去想它的市场价值了，转手的时候肯定会砍掉一大截儿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不看身价。只看颜值，不用配货就能买到的爱马仕包，颜值排序前10名。第1名我投给Lindy，尤其是这个小巧可爱的 mini Lindy。Lindy 的名字来自1920年代美国兴起的摇摆舞 Lindy Hop， 包如其名啊，塌塌的，很舒适，很随性。一般买26厘米的小尺寸，当上班包或者出门逛街，尺寸和搭配都刚刚好。30厘米呢就更能装了，可以当妈妈包。自从出了 mini 版，我觉得Lindy是越看越顺眼，可以肩背，然后可以这样斜挎，或者就这样很随意的这样拎在手上。刚出的时候呢，就是黑色、金棕色这些百搭色。今年能选的颜色呢就更加丰富了，有这个小鸡黄、樱花粉、奶油白，一个比一个可爱。Lindy 虽然理论上不用配货，但在亚洲呢，它是非常的人气的，所以专柜 walk in 就能买到的机会不多。如果对颜色有要求，一般要等或者花钱，买点配饰。mini Lindy 呢就更难买。第2名也是 mini 版大好看过原尺寸的包款2424。这个包呢配有肩带。刚出的时候，因为跟 Kelly 的外形是非常相像的，都说是 Kelly 的平替。2424常见的尺寸呢是29厘米，mini 版呢，我手上这只是21厘米，因为是 S 皮、金棕色、大象灰这样的百搭色，看起来质感就非常的高级。这里是旋转扣，金配色非常的好看。肩带环呢在背面这里，细肩带有不同的玩法。可以肩背，然后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当腰包，然后还能变成这样的小背包。Kelly Dance 的肩扣扣环也是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跟它是玩法是一模一样的。BKC 平替颜值第3名就是 Bolide。Bolide 呢，我之前在很多视频里都有介绍过。100年前问世的包款，能看出来吗？难怪说时尚是一个轮回。Bolide是1920年代汽车制造业开始面向大众、跨洋旅行兴起的时候，爱马仕专门为赛车手和长途旅行设计的第一款有这个拉链的包款。那个年代社会变革，外面的世界呢距离拉近，女性自身也打破很多固有的限制，开始外出工作。想象一下，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吧。Bolide 就是当时的代表作，
有功能实用性的创新，也带有传统的美感。现在大家选的比较多的是27和31厘米这2个尺寸。贝壳包的外形呢，非常的耐看。通勤包大家可以选择低调一点的颜色，可以肩背，像这样肩背，然后也可以就是这样手拎。宝丽的也有小 Q 版，只有 mini Kelly 那么大，就是比手掌大一点点，20厘米左右，很可爱。第4名有一点纠结，我选择小水桶吧，我投给他小水桶，因为我觉得，这个设计呢非常的简洁，不会过时，配色好看的话呢就百看不腻。这个樱花粉和 TC 皮软软糯糯，很温柔，心动吗？大家再猜一下，小水桶的设计来源是什么呢？还真的是水桶包，它的原型是挂在马脖子上，用来装马粮的水桶袋。这个包款在爱马仕官网上就可以买到，但是通常一上架就被抢没了。去专柜可以告诉你的 SA 想要的颜色，基本上是不需要配货的。第5名，在欧美比较有人气的包款 Apeline， 也是来源于马具。Apeline 的形状非常的简单，特点是前面这里打孔的这个 H 的标志，然后这里的打孔不单是装饰，是非常有实际作用的。包的前身是为了携带马刷、马蹄钩等等马匹美容用具，所以这些小洞洞是有通风的作用，可以让包里的用品保持非常的干爽。Apeline 是1978年推出的，也算是一个复古的包款了。配有帆布的粗肩带，这样是可以斜挎的。大一些的尺寸呢是非常适合男士的。这个小可爱 mini 版就是一个小斜挎包。第6名 Elubaku 吧，就是它。Elubaku 的颜值是相当的在线，估计大家都会把它排得靠前一些。但我本人对 Elubaku 是比较无感的，我觉得性价比一般，所以第一支爱马仕包我不会推荐它。当然，真心喜欢的话那就另说了。Elubaku 外形和 Kelly 是非常像的，一看就是爱马仕。很多人第一支包会选这个帆布拼皮的这个入门款。平心而论呢，还是比较耐用的。一是轻，二是非常的好打理，入门级的价格，弄脏了也不会心疼。官网上时不时会出现一批上新，小尺寸好看的颜色呢，很快就没有了，还是相当人气的。第7名不得不提就是 Birkin 的前身 HAC。HAC 是爱马仕设计的第一款包，这个是32厘米的小尺寸，比 Birkin 的包身呢要长。原本是用来装马靴、马具的包。HAC 40和45厘米当旅行包，男包都非常的帅气。运气好的话呢，能遇到像牛仔或者是羊毛毡这种比较轻的特殊的素材，是非常推荐的。可以手提，然后也可以这样挎在手上。第8名投给这个 mini 包阿丽努，这种皮质小袋子加细肩带的这种斜挎包，最近2年比较热的包款，很多快消时尚品牌是都有出的，用来凹造型。然后平时出门呢，随便装一点随身携带的小物品都是可以的。前面有压印的爱马仕的 logo， 这个包款还有一个很文艺的帆布版。第9名花园包吧，就是我觉得它颜值就是没有什么惊喜，但毕竟是非常人气的一款通勤包，首选之一。可是价位比较亲民，一般是帆布拼皮，也有全皮的。然后我手里的这一款呢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比普通的花园包肩带它略长，可以这样单肩背，然后也可以就是配休闲一点的穿搭，配牛仔裤之类的。还剩最后一个名额，留给大家来投票吧。插销包，然后猪鼻子包、小方盒链条包、牛奶盒，你觉得哪些包款可以作为 BKC 平替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还有关于爱马仕更多问题，一定不要错过我的爱马仕收藏攻略，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